好，赶快来看到语速哦 ，IPO 现在真的是抢疯了，而且呢，民众去疯抢语速，现在中签率超级低，只有0.018%左右哦。那么中签率只有2%，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成功抽到了一张，可以大赚20万元。中国现在另外一方面要来看到是拿下了97%的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的出口。美国现在急着封杀，是不是太晚了呢？今天来看深度的剖析。好，中国的股市掀起的大暴动，因为呢最新消息，上千万股民都在抢一个机会，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也就是宇树科技，它正式的 IPO 了。这一次预估呢，它的这个募资金额是61亿人民币，上市之后，宇树科技的市值高达了人民币610亿，换算美元90亿美元哦。那为什么股东都要抢着去拿到他的这个股份呢？就是因为你现在看到987万个账户都要去抢，中签率只有万分之几而已，比长兴科技当时 IPO 的时候只有的26%还要更低。市场估算说，如果你真的中的话，可以现赚20万人民币的大红包哎。那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的宇树科技它大股东的结构，一字排开都是这些超级的资本大咖，包括了美团、红杉中国，还有腾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DeepSeek 等等哦，代表了一件事情，宇树不只是一家机器人公司，也代表中国大陆整体从 AI、云端、网络、物流、汽车资本一起压住的机器人团队。这个背后所代表的股东，是不是也代表他们非常的看好宇树科技呢？上次哥怎么看？好，在8月9号，刚刚在央视播出的，那实际是在7月18号的举行的一个中国 AI 盛典。中国大陆这是央视主办的哦。中国大陆已经开始针对他们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开始做一些人物啊，包括各式各样的这种文化性的集中哈，所以有一个这个 AI 盛典。当然，这里有王星星的宇树机器人，在这个2026的这个机器人风云人物的11位年轻才俊当中，这是位列第一哦。所以这个是没有话说。那我想宇树科技的机器人现在不只是它这个表演各方面很吸引眼球，实际上都知道现在在美国很多的机器人，包括 AI 拿机器人做这个所谓 machine learning， 都是用宇树机器人。也就是美国很多地方包括造不出机器人，所以他们用宇树的，然后里头的脑子是用他们的软件。所以要知道，所以现在宇树的这个潜力是很厉害的。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一次，我们都知道，你很难想象哦，中国大陆竟然有超过11万家的机器人公司，所以当然会有泡沫，里头也都很卷，也在竞争。里头很多并不是像宇树是做全人型的机器人，有的是只做手啦，只做关节，有很多其实是供应链。但是不得不说，宇树现在要正式启动 IPO， 它要上市了哦，它应该没有疑义的，它是中国的所谓机器人第一股，就最厉害，如同前面的长兴储存一样，甚至现在全世界当中也都在关注，所以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盯他的这个投资的金主，就要看里头有没有美国的钱或等等。好，到时候大家其实没有哈。宇树科技这次 IPO 当中，王星星个人包括他的员工，大概加起来35%左右他的持股。另外呢，相关的产业刚刚讲，美团是最主要的10%，然后包括小米、经纬、腾讯、阿里这些都是企业。可能会用到机器人的夯装加起来，其实包括美团在内，大概约20几%。除此之外，就是大概讲所谓的这个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民间最大的红杉资本、中信证券，这里头其实占的大概也是10几%。而中国大陆国家基金在这里大概在6%左右，有包括北京机器人基金跟深圳创投。深圳创投当然投很多哈，我下个月要去深圳转投，去看他们投了哪些新的东西。除此之外，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DeepSeek。DeepSeek 也投他们了，投一点。除此之外，还有包括中油跟南方电网，你可以看到哦。所以这里头其实是个非常均衡的宇树机器的布局，国家资金、民间基金、产业基金，包括 DeepSeek 跟它的这个联动，还有电力的。所以你可以知道，看起来其实王兴头脑很清楚。过去来讲，首先他自己还是持有最大的股份35%，所以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现在要求的发展，或要把这钱拿来做什么样的投资，大家都要听他看你怎么发展，不会有资本方介入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都会尊重的。但是，而且它的产业布局，甚至跟一些大咖合作，包括像 DeepSeek， 包括像腾讯、阿里哈，而且它的比重，
为什么美团会在留10%？除了真的美团在语数在一开始很早以前就投它，大家真的是老朋友啦。大家也思考美团未来要用人形机器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这个 IPO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它的资本的这个结构的变化，主要也可以看到它未来资本所驱动的发展方向。好，所以我们看到语数科技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 IPO 之后呢，大家也在检视说，目前到底中国大陆的机器人整体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那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可以说席卷全球来形容。来看到一个市场机构最新的估算，光是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1.91万台，是去年同期已经暴涨了3倍。关键来了，中国大陆的出货量占全球达到了97%。CG 上面我们来看到，现在前几名的部分，第一名是中国大陆的智源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44%，大约是8000多台。第二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语数科技了，出货量占全球30%，其他中国企业加起来也有22%左右，也就是光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其实呢就占比了97%，那剩下都是其他国家的企业，占比不到3%。建长怎么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真的美国这么先进的科技，它会输给中国吗？其实它输的不是科技，它输的是那个产业链。因为我从一个例子我就知道说，有深深的感触。第一个，大家想苹果是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这个科技公司，非常先进的，它资产有多大，对不对？苹果当初要发展这个叫做电动车，他们投入了10年，投出100亿，最后他放弃了。他当时放弃的时候，那个总裁就有讲说他为什么放弃，我就很特别注意看。你以为是你做不出来？我当然做得出来，可是他说我做不赢中国的 CP 值。他说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产业链这些东西全部大部分在中国。我抓了几个少数东西，我做了这辆车，我很多东西要从中国进来。我进来之后，因为我买它做过来之后，我的生产的成本是远超过中国在当地做的，都在它附近。那我怎么拼得过它呢？我拼不过他，我干什么？我越投资我越亏，所以他最后放弃了。我从那个东西看到，我就发现，包含这个无人机，包含现在这个机器人，通通是一样。刚刚这个上次哥有说了，他们相关产业有11万家，你知道那个包含无人机啦，这个机器人啦，这个以前那个电动车，它经常在大陆有一个乡镇好比说像我们这个土城，里面就有可能有7000家。跟这个产业链有关的，那机器人有什么马达啦、减速器啦、丝杠啦、感测器啦、电池啦、结构件啦、关节模组啦，一大堆东西。它不是说我最后一个组成一个机器人，我在这里生产，我所有的东西通通要有这样的水准。那就是讲到供应链，你就发觉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制造业的。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大？我这样再说出来，你就会知道，你很难击败它。因为它的市场太大了，市场决定了一切商业的活动。我有这么多的需求，你看大陆有多少的这种百货公司也好，那个旅馆也好，他们现在都有机器人在送餐，你看到没有？那个东西量太大，你美国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市场大，供应链强整齐，你很难击败它。好，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嘛，所以中国大陆的出货量这么的大，97%，所以现在美国也很紧张。最新消息是，美国宣布呢，以国安为由，接下来会禁止中国大陆，包括不是中国大陆，它是特别指所有外国的这些人形机器人跟4足机器人。那其实呢，美国的理由就是国安，因为这个机器人有摄影机、麦克风跟感测器等等。但是中国大陆就觉得说，美国一定是冲着它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央视旗下的新媒，这个是玉渊谈天就讽刺竞争，不过又要开始限制了。美国人是不是失掉自信心啦？谢大使怎么看？对，那当然就是没自信心啊。美国现在是保护主义大国，你知道保护主义对产业的发展是最不利的。而且呢，保护主义是对国内消费者最不公平的一种政策。你就让美国的消费者买不到最好的产品，然后你要买只能买本国的产品，那本国产品是又贵又不好。你就是说让消费者拿更多的这些他们的花更多的钱去补贴一些烂公司，那最后这种烂公司呢，它最后还是倒下来，可是消费者就被他们剥夺了，他们赚到的钱都是消费者拿的钱。因为美国只要提高关税，不准你进口，
那你只能买到美国产品啊，谁去买？美国消费者去买。美国政府没有花1毛钱是没错。可是你在慷谁之慨？慷美国消费者之慨。所以保护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哎，既提升不了你的产业，你还在剥削你大部分的消费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禁止任何政府采取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台湾的汽车好了。我们现在要增加多少？我们的关税17.5%，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消费税，还有什么一大堆税，奢侈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谁出？是我们消费者出，谁获利？汽车业获利，汽车业都赚饱了，我们消费者还要去补贴它，所以这个合理吗？你的汽车造出来世界品牌了吗？没有啊，这些代理公司通通赚大钱，谁的钱？我们台湾消费者的钱。所以呢？这个是最坏的东西，谁要采取保护主义的话，谁就是什么，就在强害你自己的产业。那而且造成社会不公平。那美国说出来这次这次进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跟四脚的这个机器人基本上都不看好，美国的业界也都不看好。他说你只能争取有限的时间，让美国的产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赶得上来，可是赶得上来赶不上来。对，那而且呢，事实上的话，美国的这些产业的话，它必须要跟中国的制造商产业链来连接，它的这些有好的 idea 才能够商品。